你相信吗？在法国，最快让你彻底破产的，可能不是因为你接不到订单，而是因为你多赚了2000欧元。很多个体经营者每天看到银行账户里不断的有进账，就以为自己的业务已经跑通了。实际上，法国税务局和社保缴费征收局正在静静地看着你那张充满漏洞的报表。2026年最新的行政惩罚机制已经正式启动，一次微小的申报疏忽不仅会让你面临每笔至少60欧元的罚金，甚至可能在24个月内被强制注销公司。今天这期视频不谈任何宏观的经济理论，只拆解5个我用真金白银和沉痛教训换来的财务死穴。无论你是坐在咖啡馆里的自由职业者，还是每天穿梭在巴黎街头的独立骑手，听懂这5个法则，决定了你在2026年是真正掌握商业命运的基础，还是成为系统围猎的牺牲品。第一个误区是混淆了营业额与真实的利润。个体公司申报收入的时候，看的是营业额的总数，然后按照对应的规则去计算社会分摊金。根据法国官方发布的最新调整公告，自2026年1月1日起，普通自由职业类的分摊金比例已由2025年的 24.6% 正式提升至 25.6%， 商业与手工服务类仍保持在 21.2%。在法国，独立骑手虽然看似每天都在路上奔波，但在税务局的账本里，你其实和开实体店的零售商一样，被划在商业服务的这一类。很多人刚开始做个体经营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银行进账直接看成自己已经赚到手的钱。钱一到账，大脑里面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月还不错，但是它只能证明市场愿意付费，不是你真正能留下来的利润。个体经营者必须花钱的地方非常多，例如商业保险、运营软件订阅、车辆高强度的油耗、轮胎磨损以及年度折旧。如果你只是盯着营业额的进账，那么这些隐性成本会以每天数十欧的速度在角落里不断抽取现金流。我建议使用比例预估法，每一笔营业额进到了账户，我会预估至少 35% 属于运营成本，再预估至少 30% 作为社会分摊金和税务的缓冲，目的是给运营和行政预留出生存空间。具体的比例安排需要根据不同的业务去调整。对于成本高的业务，最容易让人出现错觉，就是银行账面上的金额看起来很漂亮，人也很忙碌。业务加速发展的另一面，很可能把更多成本一起推过来。这个问题通常在年底才会显现。问题不在于订单的数量，而是利润和营业额必须分开看。创业社保减免政策对于某些新入行的个体经营者而言，它是前期很重要的财务缓冲方式。然而2026年的新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以2026年7月1日为界，在此之前开业的仍可继续享受 50% 的减免，而在此之后注册的企业首年税务成本将全线上浮，减税幅度将缩减至原来的 25%， 即正常费率的 75%。这导致7月之后开业的商业与手工服务类实际费率上升至 15.9%， 普通自由职业类飙升至 19.2%。将营业额和利润分开看只是第一步。第二个误区是缺乏资产折旧的准备。你上一次把轮胎更换的费用算进运营成本是什么时候？折旧费在平时不太明显，真出手的时候却很重。以前我向客户报价时，很少把设备本身的损耗算进去。摩托车也好，电脑也好，手机、头盔都是工作必须的设备。麻烦在于微型公司这个制度本身，它不会像有限责任公司那样把这些设备按税务规则做折旧，慢慢地摊进账本里。换句话说，设备在掉价，零件在磨损，性能在真实的下降。但是个体经营者的现金流不会因为制度简单而变得轻松，这带来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众多的设备支出，尤其是在快递员等通勤强度高的业务里，这一笔账更加的清楚。从高强度的燃油消耗到定期保养的硬性节点，每1公里的物理磨损都在以隐蔽的速度抽取我的现金流。等到维修、换零件、定期保养集中出现时，现金流压力将会倍增。所以我不能按照这个订单收了多少钱来判断值不值。更实用的做法是把设备损耗按每公里计算出来作为运营成本的第一层，把每个月的固定支出计算出来作为第二层。
第三层是计算定期的维修费，然后把它们放进报价的模板里。很多人到了这一步会发现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就是某些业务不是没有订单，而是利润不够厚，根本扛不住设备成本。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一旦设备越来越旧，维护频率越来越高，个体公司那种固定算法就不一定适合你了。制度是不是合适？判断依据是成本结构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设备磨损这种事情通常来得很慢，很多人能拖一阵子。接下来的这个误区涉及一条更隐蔽的线，一旦接近，就会同时改变你的报价逻辑。第三个误区是忽视了免税额度的上限。关于企业不动产税的减免，作为每年固定支出的核心地方税，起征规则是企业在创建的第1年可以免除，但是必须在当年12月31日前提交申报表。从第2年起，如果营业额低于5000欧元，则可免除最低征税基数。很多新人会在这个免税门槛上翻车。例如，某独立送货员在2025年10月1日开始营业，至年底的3个月内，总共获得了2000欧元营业额。他的直觉会认为2000欧元远低于5000欧元，接下来必然免征企业不动产税。但税务局在评估免税条件时，会按天数进行换算，结果将是7934欧元。在地方税收的评估体系中，当企业的第一个营业年度不足12个月时，税务局在判定时会对首年的营业额进行年度化的还原，即实际营业额除以实际开业天数，然后乘以365天。在这个案例中，从2025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共计有92天。送货员实际获得营业额2000欧元，将其代入公式计算是2000先除以92，然后乘以365天，结果约等于7934欧元。由于已经远远超过了5000欧元的起征门槛，即便他实际到手的金额只有2000欧元，依然会在2027年收到数十至数百欧元的企业不动产税税单。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增值税免税的基础机制。在微型企业制度下，包含2个截然不同的阈值，基础免税上限是37500欧元，加高上限是41250欧元。如果微型企业在2026年的营业额超过了37500欧元，但是低于41250欧元，那么它在当年依旧享有免税特权，从次年1月1日起开始进入增值税逻辑。然而，一旦营业额突破了41250欧元的加高上限，那么免税资格将在该月份的第1天失效。这意味着个体经营者必须对当月所有已经开具了的发票进行追溯性的重置，补加20%的增值税。例如，独立骑手直接服务于个人客户时，由于个人客户无法退税，这多出的20%几乎只能从经营者自身的净利润中扣除。一旦你进入了增值税逻辑，如果面对的是普通消费者，这多出来的20%增值税将直接逼迫你在价格暴涨引起客户流失与价格不变导致自己掏钱之间2选1。如果你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则需要立即申请增值税税号，并重新设置发票模板，用于满足企业客户的抵扣需求，否则面临的就是合规风险。更稳妥的操作是每个月留意营业额，一旦接近基础免税线，就要开始预备新的报价。到了冲破免税额度这一步，个体经营者的业务蒸蒸日上，因此不能毫无准备地面对申报系统。第4个误区是轻视了社保缴费征收局的申报周期。很多新手刚开始最容易轻视的不是税率，而是申报节奏。常见的想法是，这个月没有收入，应该不用申报，或者是晚几天没有关系。这2个判断放在社会分摊金的这套流程里，风险都不小。因为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零收入的申报本身也属于法定的义务，连续24个月都处在零营业额、未正常申报的状态，可能会触发注销流程。系统会把长期没有经济活动的账号视为不再有实际经营。到了2026年，未申报这件事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就是每次未申报的罚款约为60欧。这一数额不是地方税务局任意裁量，而是有着严格的计算规则。根据法国社会保障法，微型企业如果没能在法定截止日期之前申报营业额，将会面临当年社会保障月度上限的1.5%的罚款。随着2026年的上限正式上调至4005欧元，1.5%的计算结果大约是60欧元，漏几次就按几次叠加上去。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
社会分摊金按月申报和按季度申报。按月申报的好处是系统里的收入轨迹更清晰，它会影响你向家庭补助金管理局这一类机构提供收入信息。按季度申报的优点是操作次数少，操作起来更轻松。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是不是适合你的具体情况。如果个体经营者的收入波动比较明显，按月申报会更顺手。要是业务收入比较稳定，按季度申报也能用。重点是选择了之后不可以忘记，最稳的操作就是把定期申报从依靠记忆变成依靠工具。我同时接受3类提醒方式，手机里的提醒工具是第1类，社保缴费征收局的电子邮件是第2类，第3类是专业银行自动扣款的选项要先打开，某些专业账户有自动申报功能，这3类提醒一起运行，哪怕漏掉了一个也不会有影响。行政流程最麻烦的不是复杂，而是你把它留到了最晚的一刻，最后一天手动处理很容易出意外，可能是你人在外面，可能是网络不稳定，也可能是电子验证码没有收到。这一类的坑实际上暴露的是个体经营者是否专业，是不是把工作流程当成严谨的工单来跑。还有一类支出很容易被误会为可有可无，能省则省，真正出事的时候就会让个体公司遭受重创。第5个误区是忽略了商业保险与调解服务合规性这一方面的财务支出。给人的第一个联想是它的公共保障功能，表面上看不需要考虑省钱这个选项，实际上它深度影响业务方向和发展速度。有一些支出是需要个体公司非常谨慎的去评估，有些则是一点都不能节省的支出。先说必须谨慎评估的这一类，通常是前期门槛高、投入重、回本慢，而且还可能被行业规则变化打断的合规性投入。你钱先砸进去了，流程也跑完了，可后面政策一变，市场一缩，原来的计算就未必成立了。这一类的支出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只看是否符合法规的要求，还要看回收周期和替代方案。例如以前的独立骑手需要摩托车、驾照、运输许可证，流程漫长，价格昂贵。另一类不能节省的是专业保险和服务，这种支出在出事时直接决定谁来赔偿和赔偿到哪一步。说白了，它能防止订单出现意外以后，把你前面的努力成果一起带走。对于很多个体经营者来说，职业责任保险就属于这一类。在某些行业里，职业责任保险是强制的，客户也可能在合作之前提出认证请求。乐观是燃料，但预案才是刹车。没有刹车的车开得越快越危险。从保障范围的角度看，对于在马路上高频奔波的独立骑手，普通个人民事责任保险无法覆盖任何商业配送过程中的交通事故或者财产损失。职业责任保险包含了在履行职业活动过程中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财产以及非物质损失，例如骑手配送延误，导致合作商户面临客户索赔。然而，它不包括故意违章行为和刑事罚金，也不包括骑手自身的身体损伤与车辆磨损。我会把2样东西一起列进合规性支出的清单。第一个是职业责任保险，另一个是消费者调解服务。自2016年1月1日起，面向消费者的专业人士必须指定消费者调解员，且该调解员必须列入了消费者调解评估与监督委员会的名单。如果你直接服务于个人客户，一旦发生纠纷，指定消费者调解员是法国法律的强制要求。有一个低成本的策略是直接使用法国个体创业者联合会等官方承认的组织所提供的调解服务。最后总结一下，这5个错误没有让我放弃微型企业，恰恰相反，他们让我第一次触及经营者更深一层的思考。开始一项业务靠的是勇气，但让它走得更远，依靠的是对基本事实的尊重。符合法规不是拖后腿，它是在法国把业务经营下去的地基。理清法国的财务规则，个体经营者才能真正掌握自己商业命运的基础。如果你也在法国一个人做生意，或者正在准备开始，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踩过的坑，我会认真看每一条。